供平過租只係代表業主買樓嘅每月供款額平過市值租金，但係喺我之前嘅影片都收到大量嘅網民留言，話買樓要俾管理費、差餉等等嘅支出。其實供平過租都冇用，因為計埋雜費開支，其實每個月業主係實際上要貼錢出嚟，供喺實際上係平唔過租，所以業主只係賭個樓市會升。同時舊樓係要考慮折舊因素，舊樓越舊只係會越唔值錢，所以香港樓價而家都仲係好貴，未有足夠嘅投資價值。但係事實到底係咪咁樣呢？大家好，我係阿米。其實供平過租只係一個好簡單嘅指標，就係供款額平過租金，真係唔需要再去計雜費開支。而家合法出租嘅情況下，借到盡係可以做7成按揭，都仲可以供平過租嘅話，其實再拎呢啲雜費嚟計都係無謂，而唔係我唔去計，因為供平過租呢個只係現金流概念，係令業主現金流鬆動。呢啲雜費開支個比例其實唔會好大，即係業主喺買樓後扣除呢啲開支，都唔需要大量嘅現金流去維持物業嘅開支，而喺實際供款係要同時考慮資產負債概念，因為還款嘅本金同時係一個減債嘅行為，業主喺實際上都係賺到呢筆錢，所以即使佢每個月要拎部分嘅錢嚟俾雜費，業主嘅財富喺實際上其實都喺度增加緊。呢個正正就係好多人忽略咗嘅地方。如果供平過租冇投資價值嘅話，就唔會有越嚟越多嘅投資者入市嘅新聞出現啦。喺呢條片，我會詳細為你解構物業投資者嘅入市觀點，所以你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，因為呢條片有好多重要嘅內容，並會扭轉你嘅思想。同時，我都建議你可以撳讚，咁日後你就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。喺開始之前，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，我哋呢個頻道主要分享唔同心法同技巧，希望能夠幫助你提升內在靈魂質素，並揾到合適你嘅投資方法，令你走最近嘅路，更快咁達到財務自由。喺度首先祝福幫手撳讚同訂閱我哋嘅朋友，都能夠了解投資物業嘅價值。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。首先喺度，我想同大家詳細講翻供平過租嘅意義。正如啱啱我所講，供平過租只係現金流嘅概念，係令業主可以輕鬆維持物業開支之餘，每個月輕鬆賺緊租客嘅錢。而做物業投資者係同時會識資產負債概念。喺度容許我拎翻上星期影片嘅新聞，即係郭少人買入沙田第一城4間兩房單位收租嚟做例子。喺我嘅假設之下，佢嘅租金為14,000蚊，做7成按揭，還30年嘅還款額，由12,824蚊到13,767蚊。雖然供係平過租，但係由於我未計雜費開支，假設沙田第一城每尺嘅管理費連大廈維修基金係4蚊一尺，第一城兩房大概係300尺左右，即係管理費大概1,200蚊，差餉地租就大概2,000頭一個月，除翻開一個月就係700蚊，即係除咗供樓筆錢之外，即係每個月要拎成1,900蚊出嚟。咁實際上佢就全部都係供貴過租，大概724到1,667蚊。咁係唔係就係冇投資價值？如果真係冇投資價值嘅話，郭少雲作為投資者又點會選擇而家進場呢？而郭少雲佢係冇等個租金同時可以抵到個供款同雜費先入手，就係因為喺供平過租嘅概念之下，投資者係唔會考慮雜費開支，因為物業投資者清楚部分還款係還緊個本金，只係一個減債行為。你要睇翻個供款表入面，每個月有還咗幾多錢去本金度，只要樓價唔係跌，可以喺未來用加按或者賣樓嘅方式拎翻呢筆錢出嚟。呢度我用7成按揭去計，買入價用最貴嗰間438萬去計，實際上以第一年計，每個月已經袋緊個租客近5,000蚊。其實呢5,000蚊已經夠晒你俾雜費啊、稅項嗰啲全部費用，仲需唔需要逐條數慢慢咁樣去計？最後每個月只係得個千幾蚊。投資者做7成按揭嘅話，首期都拎到成130萬出嚟。每個月嘅額外現金流其實只係用佢哋嘅備用現金拎出嚟當租錢，而唔係一個支出。如果你買大型屋苑嘅話，好多人關心嘅大廈維修費有一樣嘢會叫做大廈維修基金。
其實就已經喺個管理費入面包埋。即使個基金唔夠錢做大維修，最多都只係每戶夾多少少錢。所以呢個亦係多數人選擇買大型屋苑嘅原因。另外仲有一個重點就係，我講到放到最大槓桿係7成按揭嘅供平過租去衡量物業嘅價值。實際上投資者未必需要借足7成，但係之前留言嘅人似乎冇人考慮過呢一點，而喺度斟酌嗰2000蚊都冇一個月嘅支出。如果而家好似之前咁有辣椒，出租樓只可以借5成。咁用翻以上嘅假設，你睇翻個投資者個還款表就會係咁樣，收租都仲係收緊14000蚊，但係個供款已經係少過1萬蚊，現金流已經係正數，每個月還款仲有大概3500蚊去還本金，呢個投資者又有咩要驚呢？所以公平個租只係一個現金流概念，考慮將個租客點樣變做你嘅樓奴嘅計算，而唔係一個絕對嘅數學公式。由於按揭成數係因人而異，所以單純用現金流概念睇並唔客觀。否則敷批嘅不論價格都會值得投資。做盡9成按揭上車嘅人都係難以公平個租，咁幾時都會顯得買得貴啦。而我講嘅係借7成按揭公平個租嘅原因，就係以合法出租嘅情況下嘅最大槓桿，用最少嘅本金加最貴嘅利息情況下，都仲可以賺緊個租客錢。即使要俾雜費，亦唔需要俾太多嘅現金流支出。由於喺咁嘅情況下，還款本金係會多過雜費，公平個租對投資者嚟講，只係一個簡化咗有值博率嘅角度，所以佢哋係唔會睇雜費嘅情況下，公平個租就會出手。你又可能諗，點解佢哋又唔等個樓市真係跌到7成按揭連雜費嘅時候都公平個租先出手？就係因為投資者做投資唔需要做到最叻，計到最盡嚟賺最後一分錢。佢哋計到有錢賺就會買。如果計到連雜費都公平個租嘅時候，唔識資產負債概念嘅人都會覺得抵買就買埋一份。咁投資者買到貨個機率咪又少咗咯？咁不如依家趁個市仲靜嘅時候慢慢入貨，間唔時劈一間筍盤返嚟，都可以符合到買入後零支出嘅概念。但係喺呢個情況下，競爭者其實就係會少好多。另外有唔少人講買樓要做折舊，咁我想問下，如果要折舊嘅話，點解二手樓樓價會升？如果要折舊，你要用個折舊年期係幾多年？你見7至80年樓齡嘅唐樓受盡風吹雨打咁多年，到而家依然情況良好，仲有人等收購。如果真係用折舊嘅角度去睇，應該折舊到一個年期層樓個價值就會歸零，而唔係會升值。所以折舊角度喺投資物業角度根本係唔適用，因為喺實際投資物業上，你係會預期到物業喺未來可以用市價賣翻出去，咁又要做乜嘢折舊呢？唯一問題就係按揭問題，因為買樓做按揭一般都係用75減樓齡去做按揭年期，所以香港樓喺超過45年樓齡嘅，會因為買家嘅按揭年期問題減少買家嘅負擔能力而影響樓價。但係香港好多嘅大型屋苑已經去到30至40年，喺未來10年都會慢慢超過晒45年樓齡。唔知到時按保公司會唔會再改規則？畢竟個影響其實都幾大。暫時而家時間未到，按保公司都冇表示過會放寬條件。不過大型屋苑個好處就係佢個保養好，個別嘅按保公司都會願意作出寬限。好似太古城同美孚新村嘅部分期數個樓齡已經大過50年，都可以照用80減樓齡去計數。如果唔申請按保，申請7成以下按揭，個別銀行更加會酌情處理，可以做到80甚至85減樓齡去做還款年期。所以仍然係有機會批出最長為30年嘅按揭還款期。所以喺暫時嚟講，因樓齡對樓價嘅影響都唔會好大。其實要擔心樓齡折舊嘅話，投資者更擔心嘅係貨幣貶值。你可以睇下呢張圖，係美元嘅長期購買力。除咗經濟大蕭條時期會有上升之外，基本上係長期下跌。特別喺1971年之後，
美元取消咗金本位制度，錢幣基本上係無限濫發，所以你都見到購買力喺1971年之後瘋狂下降。喺你有生之年都唔難發現，大概20年左右，物價就會增長1倍，即係貨幣貶值咗1半。投資者只係見到貨幣不值得被信任而買入資產。而家樓價去到公平個租，令佢哋可以做到攻守兼備。有錢當然就去買入啦。而一般人就只係期望樓價跌到佢哋期望嘅不合理水平，其實係不切實際，因為貨幣係會長期貶值，同時利率都冇可能長期高息。你要知道而家嘅貨幣系統係唔可能長期維持高息率，所以你都見最新嘅聯儲局發現，即使佢又講返通脹，其實都冇講過要到頭加息，最多都係減速變慢。但投資者擁有嘅視野唔係幾個月咁短。因為簽一份租約都2年啦，所以投資者仍然係會預期未來嘅利率係會減，2年後亦好大機會會加租。又用翻啱啱郭少雲嗰單做例子，2年之後2027年完約之後，當佢可以加1000蚊租，利率保守啲咁計，唔好計佢減太多，比而家減0.5厘，但係當時嘅雜費已經去到2000蚊一個月。到時郭少雲買嗰4個單位已經全部公平個租，即係佢而家每個月額外俾嘅每月1900蚊，只需要俾2年就得。但最可怕嘅係加租喺2年之後又有2年係可以不斷咁加落去，令投資者嘅財富慢慢咁滾大。但係一般人只係着眼於現在，中意研究買樓有幾多開支，要俾利息銀行賺係幾咁唔抵。甚至有部分人樂觀到覺得永遠唔會再通脹，永遠都係高息環境，所以樓價一定有排跌。今次我拎個息口歷史同埋啱啱嘅美元購買力歷史俾你睇。作為一個正常人，你會覺得通脹會好似歷史咁樣延續，定係喺未來美元個購買力突然間會爆升返？同時你會覺得利率好似歷史咁，只係一個週期，並長期越走越低？定係會不斷咁上升加上去？呢個就係你嘅選擇啦。之前都有人問過，話樓價點會只係用利率同租金就計到數啊？不過其實投資者嘅角度就好簡單，就係相信歷史話俾我哋聽，貨幣貶值會產生通脹，利率只係週期，並長期越走越低。咁而家個息口亦未算低，未來又會通脹。如果買到公平個租嘅話，仲有個租客幫你供埋樓，投資者根本喺度輕鬆咁賺緊佢嘅財富。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，感謝你費事將我哋嘅影片睇完。如果你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，記住訂閱呢個頻道，俾多個 like 我，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。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。我哋下次再見面啦，拜拜。